萌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第二天路过这里时，小心翼翼害怕的样子，把我肚子都要笑疼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萌萌刚上班，看到很多姨姨的她，激动的跑了起来，结果脚下一滑，摔了一跤。这里替萌萌心疼一秒，爱美的她为了缓解这尴尬的一幕，刚上班就跑了回去。到第二天时，她再次路过这里，奶爸喊她跑起来，她都小心翼翼的。萌，走起来，快点，萌萌，哈哈。估计是摔怕了，奶爸叫他丝毫不理，按着自己的节奏走来。萌萌，走2步吧。昨天我们萌萌就在这边打滑了一下，滑得他上了一下热搜。哈哈，原来摔一跤都上热搜了呀！这让爱美的萌萌咋整呀？这下全网姨姨都知道她摔跤了。随后萌萌就在石头上坐着，吃东西时都一动不敢动。到了下班时，怕她摔倒，奶爸还好心的提醒她注意安全。好心走哈，就上次就这地方把你滑倒的哈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不要那么着急。拜拜。就这样，萌萌安全下班了。可是到了第3天，萌萌在这里又摔倒了。为了缓解尴尬，有经验的她还假装在玩水，这一幕把我肚子都要笑疼了。至今都想不明白，当年萌兰是怎么说服庆大庆小给他当肉垫的。首先是庆小助他爬窗，然后就是庆大助他越狱。萌兰在四川的那些年，最大的收获估计就是有了2个忠实小弟，他们不仅对萌兰言听计从，还十分体恤萌兰。如视频中，庆小知道萌兰越狱辛苦了，还给他按摩，甚至后来他们长大了，他们依旧尊敬萌兰。比如画面中，萌兰嘴唇发炎，庆小心疼的用嘴为大哥处理伤口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萌兰在四川待了2年后，2岁时乘飞机回到了北京，至此四川少了一个三哥，北栋多了一个阳光大男孩。而萌兰和2个忠实小弟，自从那一别后，就再也没见过面。三哥依旧是三哥，在北栋凭借越狱，一时间成为顶流，而庆大和庆小却逐渐淡出了熊猫圈，网络上关于他们的消息也是寥寥无几，也不知道他们如今都过得怎么样了。我们来看看庆大，他现在居住于成都熊猫基地，只是他现在不叫庆大，而是改名叫琪琪。虽然当年萌兰离开四川后，期间庆大还被传出有刻板的行为，但后来庆大的状况得到了重视，有所改善，也得到有效治疗，完全康复了过来。后来庆大因为会表演爬树，会劈叉，还会不停的咩咩叫等等开朗行为，还被当做了全球动物形象大使。虽然曝光少，但现在过得非常不错。作为萌兰最忠实的小弟庆小，同哥哥庆大一起生活在成都，他现在也改名了，叫做点点。虽然他现在没有流量，要快被大家遗忘了，但从最近他的一段视频中发现他非常健康，只是没有了当年活泼。好希望当年的3小只再次同框呀！是小时候福宝最接近死亡的一次，他差点窒息，发出了狗叫声，幸好爷爷及时出现，对他进行了施救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福宝学着宋爷爷爬树的动作，成功上了树。然而就在他下树时，突然出现了意外，脑袋直接卡在了树杈中间。因为当时的福宝还小，遇到事就比较慌，头卡住后，慌忙下他就用力往外拉扯，结果越拉扯卡得越严实，期间差点窒息，疼得发出了狗叫声。当时的游客还不知道情况，所以才发出了笑声。宋爷爷一看就不对劲，赶紧从树上下来施救。他扶起福宝的身体，用力的往上举。由于福宝太重又卡得太严实，忙碌了一会儿都还没有成功。可是时间就是生命，宋爷爷不敢有丝毫的松懈。最后在宋爷爷使出吃奶的劲后，终于把福宝的头给弄了出来。福宝头出来那一刻，他都深呼吸了几口气，而且一脸全是惊恐的表情，看得出这次他真的吓坏了。宋爷爷将他放在地上后，他好长时间都没缓过来。看到福宝的反应后，宋爷爷立马蹲下来，不停地抚摸福宝进行安慰。过了好一会，福宝都还处于惊恐中，然后宋爷爷就抱着福宝回家了，准备带回室内检查一番。后来检查得知，福宝并无大碍，就是吓坏了。然摇人加餐是会传染的。前段时间萌大搬到了萌二的隔壁，经常上演摇人加餐。
蒙大搬过来第一次上演摇人加餐时，还把隔壁的蒙二吓了一跳，就连黄脸奶爸都吓懵逼了。久而久之，蒙二好像也习惯了哥哥敲门，甚至哥哥摇人加餐的方式，已传染到了他身上。这天正在发呆的蒙二突然听到了蒙大敲门加餐，然后他也来到了门边，准备也学哥哥摇人加餐。由于是初学者，摇人的熟练度还不够高，他便通过晃动门锁，以此发出声音来摇人。而哥哥蒙大从最开始的用手敲门，已经升华到了晃动铁门摇人。在摇人加餐这一块，他敢称第二，梅熊敢称第一。而蒙二作为初学者，显得就比较生疏，只是晃动了一下门锁，就不敢继续行动了，然后停止了该行为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蒙二这第一次敲门摇人既然成功了，不仅被投喂了胡萝卜，饲养员还送来了许多嫩猪。就这样，蒙二第一次尝到了摇人加餐的甜头。从最开始的被哥哥敲门吓到现在自己也加餐成功，我不夸张地说，此后的蒙二将会在摇人加餐上越走越远。不知道隔壁的小白天会不会也会被传染？而蒙兰就更不要说了，不仅会用屁屁敲门，聪明的他还会搓盆盆加餐呢。大美萌，你转过来，我们看一看呗。哎，他过来了，他听懂了。萌萌是我见过最宠粉的大熊猫，游客叫他转头看看，没想到他听懂了，不仅转头，还对游客卖萌。这该死的颜值加上宠粉的动作，我真的要被他圈粉了。为了让游客拍下美美的照，转过头后一动不动。更神奇的是，摆完一个动作后，他又跑去洗澡池洗澡。他仿佛知道游客拍的是自己的脸，特意把脸洗了一遍又一遍，然后来到游客面前又摆下一个动作。萌萌呀，你是懂拍摄的。随后他还在有限的空间寻找着最适合自己的姿势，要不是有这段视频记录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萌萌比两脚兽大明星还宠粉，甚至有些大明星还摆谱，粉丝打个招呼啥的，那是一理不离，故意装作高冷。他们真的应该好好学学萌萌，那是一点架子都没有。您瞅瞅，为了让粉丝拍下自己不同样子的照片，造型那是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最后实在没动作了，为了让游客的票买的有所值，那是直接表演起了才艺。真的要被他感动哭了，这个近照把我都要馋哭了。还有一次，萌萌看到有好多姨姨来看自己，她高高兴兴地跑过去准备卖萌，结果哈哈，然后就结结实实摔了一跤。据说当时这一跤还摔上了热搜，同时他自尊心极强，怕姨们拍到糗样子的自己，他还赶紧跑回室内了。整理一番容貌后，他这又才出来，只不过这次没带跑的了，而是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。